近日，央视军事揭秘了解放军一支特殊的部队——海军首支电磁蓝军。该部队开展了上百万次的红蓝对抗仿真推演，为提升海军心智作战力量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么，为什么说过不了电磁关就打不赢未来现代化的海上战争？解放军与外方进行过怎样的电磁对抗？来看报道。近日，在渤海某海域，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刚一打响，蓝军率先加大电磁干扰强度，释放大规模无人机群。加强干扰，释放无人机群。蓝军调整电磁干扰强度后，红军雷达站位首次发现无人机群逼近。同舰长，雷达发现目标，目标属性为敌。但随着蓝军实施电磁干扰，出现在红军部队雷达中的敌方无人机群信号瞬间消失，对抗险象环生。舰首发现无人机群，方位动四动，立即组织复炮反击。红军部队临时判断处置后，再度捕捉敌方信号，并成功击落。演练中的这支专攻对方软肋，让红军措手不及的蓝军，就是海军某试验训练区，也是海军首支电磁蓝军部队。16年前，这支以新装备试验鉴定为主的科研部队，转变成组织主战舰艇训练的电磁蓝军，把战斗力当作唯一标准。该试验区应用的红蓝对抗仿真推演系统，开展了上百万次的仿真推演，制定多种作战预案，在舰艇编组、作战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我们综合运用我们岸基的、海上的以及天上的蓝军装备，根据我的任务需求，把它打造成盾、矛，甚至是一张张网，最终的目的就是锻造提升红方的实战能力。这支电磁蓝军着眼构建未来海战场，检验部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装备运用能力，推进部队信息作战战法创新，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电磁蓝军。海上网电专业蓝军的建设，实际上是构设了一道迈入现代海上战场的一个门槛。如果我们的红军部队不经过海上网电复杂环境下的锤炼历练，它就进入不了未来海战，这也是过不了电磁关或者过不了网电关，就打不赢现代战争的一种基础。分析人士指出，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发展专业的电磁假想敌部队或信息对抗假想敌部队概念。相较之下，解放军起步虽晚，但进步神速。从此次中国海军首支电磁蓝军部队的亮相过程中可以发现，解放军相关部队在整个演习区域提供了高密度、多个方向协调的不同类型和能力的威胁环境。这支电磁蓝军部队给海军兵种战术、合同战术、海军联合训练及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战场环境和对抗条件。同时，这支电磁蓝军部队还作为假想敌，已经参加了海军及舰队组织的海上实兵对抗演习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海军整体现代化对抗演练体系水平。只有强大的国力，只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包括科研实力，才能支撑起一个国家来研发先进的电池作战装备。一方面就是成本，这种电池作战装备它本身的这个采购成本、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电池作战设备的这个维护保障也非常复杂，需要专业的人员，还需要大量的这个后期的维护费用。另外在整个电池作战当中，还要保证要有一个强大一个作战体系，需要与其他的陆海空天的其他的作战装备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这个体系之后，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所谓电磁战，简单来说，就是两军在看得见的武器装备相遇之前，在看不见的电磁空间里进行的博弈，包括对对方电磁信号的电磁探测和干扰，压制对方对自己电磁信号的探测，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在战场隐藏自己的同时，却能看清对方的一举一动。因此，这一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对现代化、信息化战争至关重要，甚至能够左右战事的胜负。信息化的实战环境中，如果在电磁对抗中落败，装备性能不论多么先进，也无法有效发挥效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海军等军兵种的电磁作战部队的成立都意义非凡。今年5月，《解放军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就描述了复杂电磁环境中电子攻防战的一个场景。文章表示，东部战区海军某旅营区在一次模拟演练中，雷达屏幕上一个不起眼的黑点闯入视野。
操作手随即锁定目标，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黑点却突然消失，屏幕上还忽然出现大片雪花。开启抗干扰模式，继续加强搜索。指挥员迅速组织反制，口令声、键盘声此起彼伏，各站位密切协作展开处置。经过紧张应对，空中目标再次出现在屏幕上。电磁作战它主要针对的是2个方面，一个是这个通信，如果把对方的通讯彻底的干扰切断之后，那么对方的整个的军事行动也无法进行，就是各个部队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雷达，因为雷达是现在我们知道雷达是现代战争中的我们比喻为是眼睛，只有通过雷达才能看到敌方的所有的战斗机、军机、舰艇，包括地面目标。如果雷达失效了，那么也等于这个作战一方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这个可以说是大部分的这个侦察以及这个探测能力。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美军不仅率先建立了电磁蓝军部队，其武器装备也是五花八门。除各类舰艇搭载的武器外，空中力量主要包括各种型号的侦察机、电子作战飞机和预警机。近年来，美军军机不断对我国进行抵近侦察，在看不见的空中，中美两军的电磁战早已交锋。8月4日起，解放军展开连续多天的锁岛联合演训。演习期间，美军单日出动军机最高超过10架，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RC-135V 和 RC-135S 等战略侦察机，甚至还有 U-2S 高空侦察机和电磁战斗机。比如8月8日上午，美军从加首纳空军基地出动了1架 EP-3E、1架 E-3G 和1架 P-8A。这些军机通过东海和菲律宾海2条航线进入台湾岛周边空域进行侦察。其中 E-3G 除了空中预警，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电磁作战。为了应对美军的干扰，解放军也加大力度研制电子作战飞机。上个月，解放军军媒“学习军团”官方号发布的视频显示，南部战区空军某解放军大型电子战机团首次公开亮相，包括解放军目前先进的运8、运9系列大型电子战机，其中不少画面都是第一次公开曝光亮相，包括电子战机团14架飞机全部出动，还有电子战机的内部指挥控制中心画面。从这个反电磁作战的角度来说的话，一个就是反侦察，就是利用己方的这一些特种装备进行我方的一个伪装，包括一些对这个对方的这个侦察设备实施干扰这样一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干扰反干扰的作战，比如对方的对我方实施这个电子干扰，那么我方也可以进行这个功率更大的这个反干扰设备进行这个反压制。这样就是说，等于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只要对方有这个各种这个电磁战的这种战术，我们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应对措施。在美军电子侦察机中，屡屡现身台海周边的 EP-3E、RC-135W、P-8A 堪称3惯犯。6月24日，美海军1架 P-8A 反潜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空中和地面兵力对美机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报道称，中美两军的军机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对峙，这也说明美军对中国的侦察已经到了接近疯狂的地步。除了美国以外，澳大利亚、加拿大近来也派出军机频频抵近中国家门口进行侦察，挑衅意味十足。实际上，目前来看呢，就是多国对我们进行这种侦察挑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了。对多国的这种侦察，我们也有一套有效的应对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在对我们进行侦察的时候采取措施，保护好我们重要的装备和重要的活动的这种信息的安全。对域外国家的这种侦察行动采取这个有理有据有节的这种驱离这种行动，对他的这种挑衅，我们也对等升级等等。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打着合作之名行排他之实，企图建立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重组产供链体系，让地区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该框架计划于9月8号至9号在美国举行首次面对面部长级会议，但成员国普遍期待的降低关税问题却被搁置。这个只想占便宜不想付出的框架再次面临缺乏吸引力的窘境。而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当下，美国组排他性经贸小圈子也注定不受欢迎。
美国和日本等14国参加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预定9月8日至9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这是该框架5月成立后首次举行面对面部长级会议。会议将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主持。不过，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考虑到对美国工业的影响，美国拒绝讨论调降关税的议题。美国急切地想要成员国接受并遵守其严苛的劳工、环境、技术、知识产权规定，却不给予各国最期待的美国市场开放回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认为，本区域国家普遍担心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一个真诚或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计划，而主要是一项旨在对抗中国的政治策略。报道分析称，在没有传统贸易协议的市场准入和降低关税下，期待扩大对美出口的亚洲各国目前还很难看出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好处。成员国能深化合作到何种程度是一大课题。它不开放市场，这对其他的13个经济体或者国家来说吸引力还是小的。我们认为最大挑战就是说，他现在签的协议虽然他没有议会签，就是我们说批准，但是下届政府能不能执行，这是第二个挑战是最大。比方说民主党能不能连任，那民主党如果不能连任，共和党能不能认可？因为我们知道TPP 就是因为特朗普在第2天上任以后就是否决的，那这个如果说共和党再上来，是不是会否决？我认为这是第2个挑战。第3个挑战呢，有没有吸引力？其他国家认为没有利，可能会不感兴趣，那不感兴趣的话，参与的国家就会减少。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中包含7个东盟成员国，但东盟国家对这一框架的热情不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印太经济框架启动仪式上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希望这个框架能保持开放、包容和灵活，允许框架成员继续同其他伙伴合作，形成相互重叠的合作圈子，也让其他人能在准备好时加入这个框架。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第4代团队领导人、副总理兼财长黄循财8月15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警告称，如果美国和中国不接触、不缓和台海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美中可能会如梦游般步入冲突。黄循财在4月底访美时曾表示，中国的上升趋势不可阻挡，尝试围堵中国崛起不仅十分困难，也不会有效，最终会破坏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稳定。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也不愿配合美国一厢情愿的遏制中国政策。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17日在一场活动中表示，中国是韩国重要的经济伙伴，排除与韩国紧密合作的中国就难以谈及印太地区的未来。值得注意的是，本月上旬朴振访华，出发之前，韩国总统尹锡悦当面向他指示，要积极开展对华外交，不让中方在供应链问题上对韩方产生误解。若已产生误解，外交部应积极开展外交，消除有关误解。中韩建交3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额增长50多倍，中国已连续18年位居韩国第1大贸易伙伴国。去年中韩贸易额突破3600亿美元大关，接近韩美、韩日、韩欧贸易额总和，双方相互投资达1000亿美元规模，创历史新高。韩国有望于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2大贸易伙伴。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统计数据，从1992年到今年7月，韩国对华贸易累计顺差超7000亿美元，是同期韩国对美贸易累计顺差的2倍多。韩国今年上半年对华贸易最大顺差来自半导体，为14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3亿美元。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金宏中表示，在芯片4方联盟方面，韩国不能发出排斥中国的信号。韩国在与美国协调相关事宜的同时，应该继续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金宏中还发出警告，如果韩国盲目参加以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为对象的技术强制小团体，未来可能遭受巨大打击。中韩之间在经贸，应该说它是一种紧密关系，它不是一个有或没有的问题。这2个国家的经贸已经很难分了，所以我想它跟日本的层次还要更高一次。而美国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还面临着美国内政局不稳及经济衰退的不确定性。
今年7月，美国宣布经历了连续2个季度的 GDP 负增长，这通常被视为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全美商业经济协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中，72%的人预计下一次美国经济衰退将在2023年年中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全球经济面临多重下行风险，包括能源价格高涨、通胀比预期更难控制、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加剧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务问题等。分析认为，在此情况下，美国还要另起炉灶，扰乱全球生产链、产业链，无疑将让全球经济及参与方经济雪上加霜。不过，日本显然是最愿意配合美国而不惜损人害己的国家。今年5月，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正式生效。这个效仿美国的法案的落实，被认为是岸田内阁2022年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旨在收紧技术交流。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收紧对外国研究人员和留学生的入境审查，声称目的是在相关人员入境日本前，确认其是否有可能将高密集科研成果或技术带往海外。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认为重要技术可能通过留学生流向中国等国家，而收紧对外国研究人员及留学生的限制被视作日本强化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其中一环。此前，日本曾多次在技术领域与美国开展合作，表露出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味。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与美国相关政策联系紧密。值得注意的是，8月岸田任命极右翼的高市早苗为新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针对中国意味更加浓厚。不过，分析认为，中日两国密切的经贸关系也令日本对华技术封锁可能面临伤敌1000自损800的窘境。数据显示，2021年度中日双边贸易总额维持在3714亿美元的高水平。中国已连续15年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供应链、产业链联系密切。日本若盲从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日本企业可能受到巨大冲击和利益损失，属于打在中国，疼在日本。他学的就是美国的这种做法，但是他要完全透过中国呢是非常困难，他比美国困难得多，因为中日关系跟中美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应该说他可以学，但是他不一定能学来，他要脱钩的，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挂钩，而他现在想脱的基本上也脱不掉的，所以我认为中日就是一个邻居不能搬的关系，没法学美国的。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下月将在洛杉矶举行，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经济框架呢？主持人好，美国倡导建立的印太经济框架呢有2个目标，一呢是要从经济上遏制中国，试图呢通过让印太国家选边站来显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二是承续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让印太国家呢在贸易规则上更加符合美国利益和美国规则。TPP 呢被特朗普否决以后，拜登上台以后呢，他又提出了数字化 TPP 的新构想，也就是印太经济框架。那么这呢是他的第一步。一般来说呀，一个完整的自由贸易协定呢分3步走：一呢是贸易规则谈判，二是关税削减谈判，三呢是服务业和投资的开放限度谈判。拜登政府呢，可能汲取了奥巴马的教训，没有直接提印太自贸协议，因为呢，这需要美国国会讨论通过。2党争斗的美国国会呢，可能呢，是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那么拜登政府呢，只好把贸易规则单独提出来，这个号称呢是印太经济框架。那么呢，就会存在2种可能：一是拜登政府呢先摊定贸易规则，如果他能够连任，那么就可能呢向自贸协定的第2步、第3阶段推动；二呢是，即便贸易规则能谈好，但是下届美国政府不认可，那只好呢就过期作废了。那么再来看一下9月份呢这个部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要正式的协商4大领域的规则，包括数码经济贸易规则、半导体供应链人性化、清洁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水质和反贪腐等等。但是呢，主要的恐怕是前2项，都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但是呢，这2项上呢，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呢？又很难说。你比如说，半导体供应链主要涉及的4方是美日韩加中国台湾，其他的印太国家呢是插不上手的。但可能呢，
在规则上呢加以认同。不过呀，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14个国家呢，因为没有美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的安排，也许呢会敷衍了事，只谈贸易规则而不谈关税削减，就好比按照美日等国的规则走，但是呢并没有降低美国市场的准入门槛，那么参与者呢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那么按照常理来说那么谁会这么傻呢？所以我看这个部长级会议呢，更多的是政治作秀，而不是贸易谈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是与中国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来抗衡的。对此您怎么看？美国呢显然有这样的考虑，要印太国家呢在 IPEF 和 RCEP 之间呢选择或者有所偏向。但是呢，这里有一个本质的不同。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呢还处在贸易规则谈判阶段，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呢则是完整的自贸协议，已经开始生效了。东盟国家和其他的亚太国家呢，已经在这个享受 RCEP 带来的经济好处。还有印太经济框架中提出的一些重点领域，你比如说这个劳工标准、绿色能源和供应链等等，都包含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了。只是呢，有些标准可能更高一些，所以这个亚洲国家呢就觉得与美国再谈这个贸易规则呢，有点多余。IPEF 和这个 RCEP 之间呢，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那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呢，旨在给成员带来普惠式的好处，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更便捷的相互做生意、合作共赢是目标。而印太经济框架呢，主要是给美国带来好处，给部分国家呢带来一些产业优势，目标呢是搞区域分裂，要印太国家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呢，就像一个空壳公司，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呢，则像一个按规则运行的实体。我认为呢，这个说法还是蛮厚道的。那么结果呢，也就可想而知了。日本2023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达到近5.6万亿日元，约合2794亿元人民币，再创新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近期日元贬值也将进一步拉低 GDP。在此情况下，日本还要大幅增加所谓防卫预算，这是在日本战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情况，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据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多名获悉防卫省2023年度预算的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当天透露，防卫省计划在2023财年申请总额为5.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783亿元的防卫费。除了这5.6万亿日元之外，日本的防卫预算还将包含多项未明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这使得防卫支出总额进一步增加，预计这部分金额超过1万亿日元。共同社注意到，与去年相比，防卫省今年在预算申请中所列新名目之多异乎寻常，重点包括发展强化从对方射程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扩充小型无人机等无人化装备，制造新宙斯盾舰和发展反高超音速导弹的反导能力。随着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即将出炉，连日来日本媒体不断炒作，日本将放弃在防卫预算上设立上限。从2013年起，日本防卫费连续10年增长，2022财年防卫费超过5.4万亿日元，打破了防卫费占比不超过 GDP 1% 的惯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比照北约标准，在今年修订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期将日本防卫费 GDP 占比提高至2%以上。这意味着日本军费在未来5年还要翻番。防卫预算那么大幅的增加，那它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增加的项目都是在一些新式的作战的一个范围里面。日本还以俄乌冲突为借口，加大对舆论战的预算申请。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2023年度起，防卫省要将认知领域纳为新领域，并建立跨领域作战能力。此外，日本防卫省已于本年度新设全球战略情报官，负责搜集海外信息，调查分析各国官方发表的内容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是否与军事相关。观察指出，美西方近年来针对中国发起的网络舆论信息战值得警惕，他们挑起社会矛盾并歪曲放大热点事件，制造风向，为了达到目的，甚至通过造谣、抹黑等恶劣手段激化网络矛盾。日方在防卫计划大纲中强化认知领域作战能力，值得警惕。
除了信息战，日本加速军事扩张的野心更是昭然若揭。在2023年的财政预算中，日本政府计划建造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以替代陆基宙斯盾系统。此外，日本还计划编列经费，用于研发在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上搭载旨在拦截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的装备。日本读卖新闻特意提到，日本政府确认新建造的反导型宙斯盾驱逐舰将首次配备远程巡航导弹。据称，该导弹是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的改进型号，射程延长到约1000公里，可以从水面舰艇上发射。读卖新闻还曝光，自卫队将提前在冲绳诸岛部署超过1000枚改进型的1-2式岸舰导弹。外界认为其意图是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封锁宫古海峡等水道，其1000公里的射程甚至可达中国东部沿海省份。韩国《朝鲜日报》认为，根据日本和平宪法，日本只能进行集中阻挡敌人攻击的专守防卫，而搭载射程超100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后，日本反导型宙斯盾驱逐舰将拥有所谓的反击能力。日本的国内其实是很反对把这个反击能力的超音速飞弹设置在这个陆地上，所以现在日本这个内阁他就开始想到说，那么是不是能够建造2艘这种宙斯盾舰然后设置这个超音速的反击的飞弹或者是直接的这种防御性的这种飞弹，就是说在陆地上没有办法部署的时候，那么就搬到海上去。近年来，日本不断小步快跑，企图挣脱战后秩序束缚，并试图构建自主军事能力。一方面，加快制定与美国战略相配套的防卫战略，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合作。今年年内，日本将迎来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3大战略性文件，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的修订节点。这是岸田文雄将自身安全判断、战略意图和政治诉求法理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届时，强化与美军事同盟关系、大幅提高防卫费、发展进攻性武装力量等内容，都将在其中得到体现。由于时间较紧，岸田文雄在外交方面留任林芳正，在防卫方面重新启用经验丰富的滨田敬一，力求强推相关目标尽快达成。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通过不断渲染外部威胁，不排除日本下一步以获取对周边事态的应对自主权为借口，催生修宪舆论氛围，制造修宪条件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日本第26届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获得超半数席位，加上未改选的70个议席，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席位达146席，修宪势力在参议院获得超过2/3的多数议席，以突破修宪动议所需门槛。但是日本的国内基本上，它还是有很多民众反对这个什么。把那个宪法和平宪法修改成类似有一种攻击性的这种宪法就不想在日本增加这个军备增加这种战争的一个范围了所以是不是能够推动的这3个文件的一个修改，恐怕还是要看它内部的民意的反应，以及它政党之间的一个如何磋商我觉得就是这还有待观察。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胡先生你好。近日有日媒爆料称，为了应对所谓的台湾突发事件，日本拟列装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打击覆盖了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朝鲜。那您认为日本究竟有什么盘算？它过去的岸舰导弹射程只有100多公里，但它现在要发展的巡航导弹射程要达到1000公里以上，有的说法要达到1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打击目标从过去就是近海目标，也就是用于自卫的这种近海目标扩大到了更大，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以及韩国，这些都在它的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的一些目标也在内。所以说这个是它很大的一个变化。为什么说很大一个变化呢？就是说意味着日本从过去的专守防卫的这个政策已经彻底转变，那么开始发展反击能力，也就是说遭到敌方攻击的时候日本才会打，所以叫反击能力。因为它过去
讲的是日本要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也就先发制人，就是说在敌人没有攻击之前，日本就可以发动攻击，这样日本老百姓有点担心，就是说会轻易的卷入战争，所以呢，他今年改了个名字叫反击能力，所以说它是日本防卫政策、国防政策的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说，日本过去它专注于防卫，也就是说自卫。那么现在发展的这个巡航导弹，它可以直接打到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领土，所以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自卫了，这是一个防卫政策的一个巨大转变。日本为何最近在台湾问题上跳得这么高，又将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么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比较突出的就是去年以来，它这个政策转变越来越明显。日本相当的一部分人，他认为台湾问题关系到日本的安全，理由呢就是说台湾离日本非常近，所以呢台湾海峡发生冲突会影响到日本的安全。大家知道，现在日本老百姓已经有很多人相信这个说法，但实际上一些日本的政治精英还有右翼，他们认为呢，就是说担心中国两岸实现统一以后国力增强，所以说会在中日的力量对比方面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他们已经有不少人在这样的鼓吹这种说法。所以说，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呢，我觉得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影响中日关系？首先呢，在中日的4个政治文件，实际上日本已经阐明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现在日本这种说法，包括去年安倍前首相以及当时在任的副首相麻生太郎等等。这些在任的和前任的官员都提到了要用武力来保护台湾和美国一起，这种的做法或者想法已经大大超越了，或者说违反了中日已经我们刚才提到的4个政治文件的这个范畴，所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会破坏中日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因为我们知道从172年建交开始。台湾问题就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政治问题，形成了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政治基础。所以说，日本这个立场变化，它会直接危及到中日两国关系的这个政治基础。同时呢，它会给两岸带来巨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表面上说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他这种以武力保护台湾这样的一个姿态，实际上是对台湾台独势力的一个支持和壮胆。那么这样呢，就会使两岸的和平谈判面临更大的困难，反而会增加两岸发生武力冲突的风险。那么日本有可能被卷入这样的武力冲突当中。日本的新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工农社指出，和去年相比，防卫省今年在预算申请当中所列的新名目之多异乎寻常。那从中您看到哪些值得警惕之处呢？我们注意到是，它这个预算额已经超越了上一年度的预算额大概1000亿日元。那么同时呢，它又增加了很多事项要求，也就是说未定的领域，也就是说在这5.6万亿日元的这个已经有的这个预算里边没有包括的一些内容，还将来会要加进去，就在制定预算的中。这个项目有多少？达100多项。那么以前政府在制定这个概算要求的时候，一般会有几项，也就是不超过10项的事项要求。这一次达到100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说，目前日本正在酝酿修改它的安全文件，其中呢就包括3个重要的文件。那么这3个文件目前正在酝酿修改的过程中，预计呢会在年底出台。那么所以呢，这次概算要求的时候呢，有些未确定的内容，就是因为这个文件还没有出台，所以呢它
先把这些项目列上去，等这个文件出台的时候，会把它纳到预算里边去。所以说这也是预示着，就是说今年以后，就是说明年2003年以后的日本的预算，包括它的军事政策，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好，谢谢胡继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一，美韩两军正式启动备受争议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根据美韩双方披露的相关细节，这次演习将全面测试韩军应对全面战争的总体战能力，包括史无前例的集中实施13个领域的野外联合演习科目。由于该演习被朝鲜定性为侵朝战争演习，演习当天，美国出动电子侦察机在朝鲜半岛上空巡逻，监视朝鲜可能的军事反应。美韩联军周一正式启动下半年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已知自由护盾军演。美韩2018年起中断至今的团级以上规模联演得以重启。 한미연합연습과 그리고 야외 기동훈련을 정상화함으로써 한미 동맹을 재건하고 연합방위 태세를 공고히 확립하는 데韩国总统尹锡悦当天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主持召开已知国务会议，检查演习情况。据韩国国防部消息，在持续至9月1日的联合军演期间，美韩双方将综合实施政府演习和军事演练，以提高国家整体作战能力。此外，韩美还将在演习期间评估联合司令部全面作战能力。韩联社报道，此次将采用国家全面战争概念实施战区级联合演习。韩国中央日报指出，国家全面战争意味着可动用所有可用资源和手段进行战斗。韩媒认为，这暗示着演习将具有相当的攻击性。已知自由护盾演习将分2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强调防御，演练韩国转入战时体制，击退朝鲜攻击及防御首都圈。从22日到25日，还将展开韩国政府层面的已知演习，包括地方自治团体、公共机构在内的4000余个机构和48万余人参与，实施紧急集合等训练。第二部分转入反击。韩国媒体曝光，美国打着防守韩国的旗号，在此次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中演练反击至朝鲜开城，但不少韩媒却极力淡化反击相关内容。韩联社报道，此次演习还将体现无人机攻击、网络战等俄乌冲突中出现的战争形态新变化，采用战时可能发生的实战化剧本，基于敌军攻击港口、机场、半导体、工厂等主要产业设施和国家重点设施的假设，实施由民、官、军警等共同参与的防护和恢复重建演练。韩国朝鲜日报称，韩国军方在本次演习期间史无前例地集中实施13个领域的野外联合演习，包括旅级科学化战斗演练、攻击直升机射击、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 제대별 기능별 전술적 수준의 연합 야외 기동 훈련을 병행 시행하여 연합 작전 수행 능력을 향상시키고 在这个以西啊，还是走这种比较强化对朝鲜的这个对抗的路线的时候，那么特别是现在又用这个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一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这个情况，那恐怕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啊，恐怕这还是会更恶化，不可能再回复到文在寅之前的这个比较和平的状态了。 朝鲜一直将美韩联合军演定性为敌视朝鲜的威胁性举动。上周三，韩方举行预备演习期间，朝方向黄海发射2枚巡航导弹，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美韩联合军演的抗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7月底曾表示，如果韩国政府进行任何危险的尝试，比如先发制人的打击，将面临全军覆没的下场。 우리의 안전을 위협하면서 군사적 긴장을 고조시키는 지금 같은 작태를 이어간다면 상응한 대가를 치르게 될 것입니다. 金正恩还表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给朝鲜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今天仍继续对朝鲜进行危险的敌对行动，编造根本不存在的朝鲜威胁论，以此为借口打压朝鲜。他重申，朝鲜已做好与美国进行任何军事冲突的准备。美国还是以这个朝鲜的这个无核化哈，那么或者是来作为一个军演的这个对象啊。这一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几万人参与的这个联合军演，当然不只是对朝鲜的问题而已，可能包含了整体的对中国对于俄罗斯的这个防卫性都具备的。